超能力学院的入学式已经有多位挑战学员相继亮相，各展所能。不过校长，我觉得越迟出场的学员越吃亏，很多导师都已经用完3次暗灯机会。对啊，那后面的挑战学员可能进不了心仪导师的组别。为了公平起见，我特地准备了一个特别名额。已经选满了3位学员的导师还有1次暗灯机会。那这样岂不是出现超收生？所以那一组就要放弃1位学员。被选中了要淘汰出来。现实就是残酷的，被淘汰的那位学员，另外2位导师可以选1次。看来之后的竞争越来越刺激。林鹤，你的考题是看看这3张照片，我们提供平面图，哪一间是凶宅？马上开始。我稍微离近一点，好，可以。这要拿罗盘，我还是第一次见。我选 A 房。首先第一个呢，它如果从形状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形煞，因为这个房子呢长得就比较像一个手枪。再有一个呢，它就是开门的这个位置呢，它是属于一个艮卦，东北的方向嘛，所以说呢，这个艮卦第一，它有一个厨房，火烧天门；第二，它被它的大门所冲掉，出现一个就是家宅不稳定啊，或者说是出现凶宅的这么一个情况。究竟在这间凶宅里发生了什么事？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男子伤害女子，发生这种事情。这条题目答案就在道元导师手上，请揭晓。这个答案就是 B。这是一家凶宅，2个人就是殉情。我们的那个大门从那个地方进来，大概率不用下罗盘就会知道它在空丸线上面。对，它是一个典型的大空丸，所以一定是损人口的。那么第2点呢，这个厨房和客厅形成了一把刀，厨房是刀柄，它这个明堂是刀的刀把，所以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不管是 A 房和 B 房和 C 房，都是没人可以幸免的。所以这是结了婚的一对夫妻，最后双殉情，就是这个凶宅给带来的。你大错了，大错了。对，海南。虽然林鹤选错了，但他风水上的确有问题，因为这个单位呢是向西南位，主人房也是在西南坤位，坤位旺女主人，不旺男主人。在八字上，如果男主人的运势大运与流年不佳，会导致他做傻事，以及发生不好的事情。3位导师现在要按灯了。3位导师的表情证明他们也很纠结，究竟在纠结什么呢？林鹤答错了题目，而超组和能组也已经满员，难道他们打算因为林鹤踢出已经入组的学员吗？有2位导师暗灯。他不是猜错了吗？你也选啊？其实我也想选的。实际上，我觉得你的基本功并不是太扎实。但是我觉得你很自信，你是上台唯一一个鞠躬的，我觉得有宗师重道的这种品格了。谢谢您。其实你是个通灵者，但是你没练过通灵，你的自我保护比较弱。刚刚标完铜那个地方，全都是气息在里面，它不停地在阻碍着你所有的一些思考跟思维。因为我看到你不停地在说学术，你的学术非常牛，只是看错方位，所以选错图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可以教你怎么去通灵，包括你的自身保护，令到你看风水更加牛逼。林鹤有2位导师选择，好吗？所以在做选择之前，跟你讲一下，我还没有满员。好，但是我跟你讲一下，哎呦，我满员了，我要塞一个，你是必入围哦。1位是风水大师，1位是神通培训者，林鹤究竟会怎么选择呢？哎呀！其实我最想跟法明老师学通灵吧。
因为我觉得我人生应该是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未知的一个领域。好，感谢。首先恭喜林鹤。好，那这个时间我要请出法明导师的3位学员，让法明淘汰1位。啊，好残忍！你咁闯人做乜嘢啊？3个入组学员中选择1个离开。如果你是法明导师，会怎么选择？罗三子，对不起，三子。当然还是很失落的，但也没办法啦，因为我们道家很多东西都是讲究随缘嘛。3组之中，能组率先成军。下一位是独修派女巫慧慧，她是第1届通灵之王参赛者，你们应该不会陌生。完全不陌生，她进入了3甲。是的，但她当年参加的时候年纪还小，但可能经过几年之后有所修为，所以她再入学院，希望得到导师指点。我在我的过往世中也是一位女巫。以前我是女巫的时候，在巫猎时期曾经被烧死过。这些前世记忆让我不容易相信别人。来找我求助的什么类型的都有，例如一些灵异事件。8年前在日本旅行时发生了一件事，到达酒店的时候，安排我们住在4楼最尽头的那个房间。我敲了3下门，听到里面砰的一声，很大声。到我躺下的时候，我强烈感受到全身被摸，那个程度是我感到我的嘴唇边有那个口水流下来，好像有东西在亲我。慧慧那晚帮我做完仪式后，我突然清醒了，好像把所有的害怕和头痛的事都放下。我对慧慧很有信心，我觉得她一定能进前3甲，甚至夺冠。慧慧测试的问题是什么？就是Miko要出去帮忙，说出最近发生在他身边的大事。好，我想要借到你的手。摄制组选这道题考核慧慧，是因为她声称自己最强的能力就是与人共感，通过连接人的灵魂，从而知道对方的想法。不准哭哦，打死都不哭。慧慧究竟感受到了什么？好，开始。好，首先 Miko 是一个，她不是恋家的女孩，但她是个很顾家的女孩，所以这件事在最近1年内与你的家人有关。我感受到这个家人是男性长辈，爸爸。我飞过来之前有一晚做了一个梦，我见到一个男人，从脑部开始连带下去，他有身体上的问题。我去到现场，提到 Miko 的事，我摸着他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与他的爸爸有关。他目前是在生病的状态，我感觉到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与阻滞，我感受到他不能够自由活动。刚才我感受你这件事的时候，由脑袋到后面的这个位置都麻痹了。我觉得这个病人的状态是从这些位置开始蔓延出去，令他的肢体活动受阻。同时，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很突然的，但他真正的病情是否真的是突发的事，并不是，只是潜藏很久，他本人是知道的。你很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导致你爸爸死亡。 Nico， 慧慧刚才用通灵的共感诉说的话，有几成是正确的？
你说你现在的感觉就可以了。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中风过了，其实他的状态一直都不怎么好，然后在前可以慢慢说。他在前1个多月的时候，就慢慢来，慢慢来，可以慢慢说。对，不要太急，慢慢讲。因为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中风过，所以其实他的健康状况都不怎么好。然后呢，在1、2个月的时候，就是晚上他有跌倒，不小心跌倒，然后那个情况是蛮严重，让到他整个人很消瘦。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我还有一点想补充，就是我爸爸跌倒后的状况，其实我没有在网上写过，除了身边很亲近的朋友知道，其实没有人知道。独修派女巫慧慧再次向观众证明了她的共感能力。哇，这个现在风水导师、道元导师都抢你这位学员，到你有权选择加入哪一组。道元老师，好了。OK。我现在很伤心，很失落。下一位登场的是由星象引导者Angeline，她最擅长的是古典占星、奇门遁甲，还有能量珠宝匹配。我最后一个出场的话，我想说，前面应该都学完了吧，所以我应该就是出来 say hi bye， 是这样。也难怪 Angeline 有这种想法。现在的形势是风水导师和道元导师都只剩一个额外名额，但是一旦选择，就意味着要从自己组中踢走一人。现在就看 Angeline 是否值得他们这样做。你现在手上的星盘是我们其中一位导师道元导师的星盘，你要看他的星盘，说出道元老师是从哪一年开始传承道教。3位导师我想向你们请教，也让观众学习一下星盘可以看出什么。星盘基本上就像我们东方的八字，我觉得古典占星和西方结合得很好。是的，我们东方八字看完会用风水或者道法来解决，但它是实际的教你一步步怎么做。传道的话呢，在我们古典占星学来说是一种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呢，在2016年2月15号至2017年的2月14号这个期间，然后刚好合了他的木星在他的第1宫，应该是这个时候比较符合。那答案当然由道元老师亲自揭晓啊！道元老师这声叹气，感觉有点不太妙。我是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到了今天，所以你刚刚说的很对，我个人能力是超强的，我一个人走到了今天。我没记错的，2016年2月15到2016年7月份，其实这一部分是要准确的。我师父是98岁才说的，他在16年的时候要传我衣钵。那真的是16年哦。道元老师确实也是狡猾，吓得学员 Angeline 满头汗。2组都争你。我选你有很多的理由。第一个，你会奇门遁甲，对吗？
奇门遁甲，我13岁就开始学了，我都可以教你。我是一个灵性很高的人，所以让我很痛苦，什么我都要去共感，什么都要去交流。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自己，可以过来学习一下。这不是相亲大会，大家留意。现在刺激的部分又来了，好吗？我们有请6位学员，因为马上有人要立刻离开。残忍吗？真人秀就是这样了哦。他们6个人的命运现在就在安之丽手上。道元老师，道元老师成功进组啦。那我觉得道元老师更加符合我想学的。但道元老师那一组，你要选一个人离开。我就直接了啊，请菲菲出来。菲菲，你未必是要离开的那一个。根据赛制，现在还有一个权利在风穗老师手上，你用不用？你要告诉我。用。风穗那一组的3个学员，其中1位要离开。超紧张啊！谢谢玲珑，下次继续加油。OK。风穗很明显选了玲珑。释怀了，其实这一刻我觉得释怀了。未来我会按本心去走，就已经足够。3组学员终于尘埃落定，超能力学院正式开学。超能力学院的出现是为了发掘在我们身边的异能者。古今中外门派千变万化，各有所长，要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历了数月，我们与3位导师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决定了3个必学课题。第一课，灵感观。自古以来，灵感观被视为修行者必备的能力。中国的天眼通，印度的第3只眼，西方的灵性洞察，为灵感观披上神秘面纱。然而，这一切其实并非迷信，灵感观真实存在于我们体内。灵感观其实就是6感，我们说的眼、耳、口、鼻、心，还有直觉，就是你屏蔽自己五官五感之后，然后修出来的一种天人合一的那种状态。松果体位于头部眉心深处，人脑部的正中间，它分泌出的褪黑激素与2甲基色胺，可以带领人类开启另一个维度。其实每个人都有松果体，只不过是小孩1至5岁之间，松果体特别敏感，我们俗称为未关闭。随年龄增长，到13岁左右便会完全关闭。所有实验告诉我们，女性身体本属阴，若男性需要100天，女性只需要70天。打通灵感观不只是为了展现超能力，更能帮助修行者感悟天地，洞察真理，度化众生。开发灵感观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能清晰地看见一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从事者如果他缺乏这种灵感观的话，他解决问题就仿佛少了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一大早，怡宝天朗气清，超能力学院的同学们开始上课喽。太好，今天神清气爽，感觉我在仙境之中。
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我觉得好像回家了。你家是这么大的山洞吗？不是说山洞，伞多山。首先很高兴能跟着大师兄进行接下来的学习和所有项目。你觉得你们团队的优势或弱点是什么？我们没有弱点，我们这一队就是 perfect 完美的。缺点，小文头发有点少，菲菲可能年纪比较老。有没有？这是我们个人的观点，优秀了。好了，风水老师，你的天眼很厉害，怎么教学员？打开灵感观，最重要的是召唤元神。元神可看见三维世界的一切。今天我会简单和安全的让他们打开灵感观。现在大家是不是也在练习打开灵感观？如果你也有兴趣，可以跟着一起来练习。今天教大家呢是站桩，通过这个站桩呢收拾我们的六根，用我们的意识跟天地进行这个沟通。站桩的核心叫做炼精化气。挺胸，提肛啊，提肛啊！不好意思，对菲菲做这个动作啊，真的是啊，双眼看着前方，永远在观察着自己的意识。事实上，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体质也不同，有人偏阴，有人偏阳，有人本身有修炼。为什么 Iris 的手会抖的？包括 Iris， 你身上有一些浊气，你必须要把它排出来。他身上的浊气很多，很辛苦，他抖得很厉害。是的，现在我们先帮他把浊气排出来。你看见小文的眼神，菲菲的眼神已经进入了一个放空的状态。艾文现在还是很辛苦，不干净，阴气太多。所以当他做这个动作，便会全身颤抖。是的，他身上较硬的力体是需要被释放。刚才我摁艾文的肩膀。发现这里很紧，应该有东西压住它。风水导师其实并不是第一个说 Iris 身上有脏东西的，他身上的东西不是跟了1年半载，可能有10年8年了。在海选日的时候，有很多学员都这样说。我可不可以说一些真话？因为在等候室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看见有参赛者严重不适。好像驱魔片的情节一样，之后有另一位参赛者要离开化妆室呕吐。我吃了一些食物之后呢，突然间我会头晕，很想呕吐掉，可是吐的不是那个食物，而是不好的气。我有就是请示了关圣帝君，他就说这东西有被可能其他的好朋友吃，这个吃不是鸡腿问题，而是鸡腿里面蕴含了一些的不好的能量。我当时就有提出，有一位参赛者想先下手为强，对其他人实施了诅咒。你觉得谁人刻意攻击你？没错。你可以开明吗？你觉得是谁在诅咒？比我前出场的那一位。Iris。不知道海选日发生的这些事情与今天风水导师说他身上有脏东西是否有关联？大家看到了，他的手一直在抖，排出来的时候一直在抖。选艾弗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孩子的气场偏阴，过这些方法把他的浊气排出来。散出来。没错。对了，他对了，他现在不好的东西排出来，是吗？对。刚刚转桩的时候比较难呼吸，就好像很压抑，打嗝过后就比较好了。有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这个黑法的东西存在，本身的黑法就是可能会带点魔性。
随着训练越来越深入，艾维斯的魔性似乎不受控制。让你的元神回来，你看到的东西不在这个世界。下一集超能力学院。想看更多超能力学院的绝密内容，马上扫2维码登录。